你是唯一一个知道我秘密的人，你必须去死，要不然让人知道我一个公主在你家做过奴婢，我还怎么在宫中立足？你毁我全家，夺我家产，害我哥哥受尽折辱，就是为了洗去你曾经当乞丐当婢女的过去。可我待你亲如姐妹，你在街上当乞丐时是我爹救了你，哥哥更是待你如亲妹妹，我有的疼爱你何曾少过一分？姐妹，你还敢跟我提这个？堂堂公主曾经伺候过你，你怕是得意极了吧？这样吧，我当你奴婢时曾为你穿过980次衣服，那就还你988道伤痕吧。来人，把这个洗脚奴拖出去。公主明入流落民间时曾在我家当婢女，皇帝昭告天下找人，我们这才知道明蕊是流落在外的皇嗣。她被带回皇宫，我们都为她开心，直到皇帝其他的3个公主接连遭逢意外，明汝成了唯一的公主，皇帝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了她。我没想到她荣耀加身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刀挥向了我云家。她先是找了个借口抄了我家的财产，爹娘一病不起。明瑞又看中哥哥的相貌，要收他做面首，哥哥不从，就被他送去了受净身之刑。至于我，他让我进宫做了最低贱的洗脚婢。因为给他洗脚时水有点烫，他便用脚狠狠地踩在我脸上，命人将我折磨致死。死之前我才明白，他杀我全家只是为了抹去曾为奴为婢的痕迹。可如果没有我家，那天他被小混混们欺辱时就该死在街头了。我们全家对他的善意是这场悲剧的开始。小姐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吗？小姐快起吧，听说皇上派了钦差大臣在城里寻人呢。钦差寻人，我竟重生在明瑞认祖归宗的这一天。是啊，做了个噩梦，梦见有只白眼狼被我亲手赶出了家门。既然皇上在寻人，那今天还真是一个好日子。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惨剧发生。明瑞，你欠我的980刀，我会让你一刀一刀亲自还回来。帮我穿次衣服就割我一片肉，这福气我可不敢要。明瑞，母亲爱吃桂花糕，你去买点。是。帮我绑个人，现在就卖。听闻陛下派了使者在鹿城一带找什么人，听闻是流落民间的皇嗣。不卖了！上辈子我被爹娘哥哥宠爱着长大，连只鸟都没杀过。但事到如今，无论明瑞到哪里都有可能被皇帝找回去。一旦他恢复公主身份，我们一家必死。没办法，只能一不做二不休，杀了他。来一包砒霜。哥，妹妹，你在外面乱跑什么？这几天千万别让明瑞出门。哥，你不会也重生了吧？也。我俩相顾无言，最终拿着2包砒霜回了家。你竟是被千刀万剐！明瑞怎么能这么歹毒？没想到哥你也遇害了，好在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哥哥叫人熬了一锅绿豆汤，说是解暑，给外出的明蕊留了一碗。等等，我怕他死不透。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！明蕊救的竟然是皇帝。小姐，他像是中暑了，我们救救他吧。馊了，不能喝了。我有几条命啊，我敢毒杀皇帝？
我叫上哥哥将他们安置在房间。真像上辈子就是这样。皇帝见他的相貌，心生疑虑。奴婢今年18，阴历3月初7生。对，是这个年龄。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爹！还记得王府的灵堂溪吗？那是我娘啊，爹！明瑞对小时候的事情记得并不全，很多事都是被认回宫后皇帝讲述给他听的。为了在我面前找足优越感，他通常都让我跪着旁听。换句话说，我比明瑞更清楚有关他的一切细节。那我为什么不能是公主呢？爹，我还没死呢，你急着认什么亲爹？爹，我知道你舍不得妹妹，但他们才是亲人啊！这是妹妹小时候晕倒在我们家门口时戴的玉佩，跟这位老爷身上的半块一模一样啊！这个玉佩是我的，是我娘给我的，我才是你女儿。小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有必要说谎吗？我被云老爷收养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。再看这位孤苦伶仃晕倒在街头，如果不是我亲爹，我何必装作人家女儿？这也不是做梦啊！参见大人。虽然我有物证又有假人证，但明瑞的眉眼跟皇帝实在像，他决定把我跟明瑞都接进宫仔细查验。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倒不如拼一拼。这真公主我当定了。公主好好休息，隔日有嬷嬷来替公主检查身体。检查身体是假，看看后背的胎记是真。明瑞后背有块火焰纹的红色胎记，我必须安稳过了这一关，否则留给我的只有死路一条。奴婢在这宫里几十年，第一次听说还有人敢冒充公主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。这是怎么了？昨天晚上睡前还好好的，这一觉起来，不知道怎么就过敏了。过敏？是对什么过敏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院子里的杏花，我一闻到这个就喘不过气来。他也对杏花过敏。我给朕把院子里的杏花树全都砍了，传太医院最好的太医。他曾是他府上最出色的舞姬，皮肤因为过敏艳丽无比，还曾名动京城。我过敏是因为半夜吃了一大碗花生。云江罗，你别以为靠过敏就能蒙混过关，假的就是假的，等你好了，嬷嬷一看就知道。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冒充我，但是我问心无愧。你能想到的，我当然也能想到。这是从暗巷买的药膏，抹在皮肤上会变红，跟胎记一模一样。听说爹娘被单独召见了。放心，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。你还记得半年后会发生战乱吗？咱们家要想求得生机，最好要将权势牢牢攥在手里。你去军营吧，那里才是能翻身的地方。好，你只管放心在宫里闯，外面有哥哥。云小姐，身体康复了，也该检查胎记了。怎么会？你也有一样的胎记？皇室先祖是在马背上打下的天下，
春猎大典，今天你们就骑马狩猎，谁打的猎物多，朕重重有赏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位嚣张跋扈的大公主，温柔贤宁的二公主，还有一个谁都能欺负的三公主。春猎我跟明瑞来说又是一次考验。如果我们小时候在北方待过，那必定会骑马。他不会想到哥哥早就教会我骑马了。谢谢。你们可认识他是谁？王婶，你怎么来了？从北边过来累坏了吧？这妇人是海棠在北边的邻居。你如果真是海棠的女儿，离开北边的时候已经有8岁了，难道不记得她了吗？我没有不记得，只是没想到他乡会遇故知。王婶，娘死那年我离开北边，如今已经有10年了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江罗，这种话谁都会说，你不用再装下去了。2个娇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完了，江罗。如果你认识王婶，那你说她叫什么名字？王婶，你以前总嫌王瑜这个名字不好听，这么多年改过来没有？娇儿啊，真是你呀！虎子也有16了吧？我走的时候，他抓着我的袖子哭得很伤心。我说要给他买糖葫芦，结果也没做到。虎子那孩子可想你呢，谁能想到你一走就再也没回去过？这不可能！我才是娇儿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冒充我？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的？你为什么认识王婶？我杀了你这个贱人！杀了你这个贱人！放肆！因为我才是娇儿，我跟王婶本就是旧相识，而你只是从我口中听说过王婶这个人而已。娇儿啊，这菜放久了有点馊，但吃了能活命，快拿着。王婶，这是本公主特意赏你的白面馒头，怎么不吃啊？给我打！明蕊，小姐，我低声下气做了你10年奴婢，你比他还要可恨，我要怎么惩罚你呢？别哭，当年在北边，虎子还抢过明乳的半个馍呢。谁能想到如今？为什么我们的善意变成了刀子？蒙殿下恩赏，奴婢谢过。这真假公主的事儿真蹊跷，圣人信了咱们这位，却迟迟不给封号。那位发疯的也没定罪，还好好养着呢。是啊，为什么？我是公主！你们这些狗奴才，滚！
又气又怕，终于连本性都压不住了吗？这是怎么了？奴婢惹主子不高兴，被罚跪。披着吧，实在用不上就送出公卖了，几副药钱还是能买的。殿下的披风做工真好，跟我们主子的一样。一样。跟上去。皇上特赐流光锦，嘱咐殿下明日宴席定要盛装出席。殿下，听说边戎战败求和，那蛮王残暴，指明要公主和亲。盛装出席，向全天下宣布。哼，好一个偷梁换柱！这狗皇帝早就知道谁是亲生的了，他是要推我这个假货出去替他女儿送死啊！替我更衣，既然他要我出风头，那我就出个够。想算计我，我绝不让他如愿。去叫门，就说公主驾到。你这个贱人！你到底为什么要冒充我？我才是公主，我才是！好看吗？这是父皇赏我的。父皇还说，明天要向全天下宣布我是他女儿。你只是个冒充公主的大逆罪人，死期将至。今天宫女服侍我穿衣时毛手毛脚，没有你服侍的好。贱人，贱人，我杀了你！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可好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是我的小女儿，使者觉得如何？好看。我边戎最美的女人，在公主面前也会黯然失色。此次和亲，我想代我们大王求娶。胡闹！此舞绝妙啊！这是什么舞？这舞名叫绿妖舞，是我娘自创的舞，全天下她只交给过我一个人。加起来2辈子，我真的再了解不过明瑞了。可他不会想到，在这个场合出风头绝对不是件好事，但对我来说，这可是件大喜事。毕竟他的风头重重压过了我。这舞曾是父皇最喜欢的一支，他最熟悉我母亲的舞，绝不会认不出我来。今天过后，我看你还怎么笑得出来。很快，使者替大王求娶明瑞的消息传遍了皇宫。使者还说，听闻明瑞的舞姿，边戎王迫不及待地要娶她为妻。明瑞知道后自得了好几天，直到听说边戎王的暴虐，吓得直接晕了过去。
明瑞只是区区一个舞女，配不上和亲。我会送一个真正的公主过去，并送嫁妆1000万两黄金，如何？我以为他说的是我，却没想到圣旨下来，定了的和亲公主是那个毫无存在感的三公主文书。不应该啊，为什么不是送我去？三公主出生再卑微，那也是亲女儿。是什么让一个皇帝在亲生女儿跟我之间选择保全我？事后我才知道，边境战事急迫，而我哥云千帆一连打赢数场胜仗，国内国库空虚，而我爹娘经过半年努力，疯狂敛财，如今富可敌国。总而言之，现在我的后台很硬，皇帝不仅不能动我，他还得供着我。与此同时，要和亲的三公主文书也被封赏。她和亲前，我在御花园碰见过她一次，当时胆怯怕生的姑娘，如今也打扮成了美人。这是什么？我老家偏方，听闻边戎王贩卖，他脾气不好的时候可以给他吃一粒，说不定有奇效。你不是真公主吧？我见你第一面就知道你不是。不过你也别担心，那个明瑞应该也不是。他那长相更像当初被废的桓王。你为什么要冒充朕的女儿？你知不知道这是死罪？陛下要治我死罪吗？朕只想知道原因。明瑞他做错什么了吗？陛下是怎么认出明瑞是真公主的呢？她眉眼长得像朕，你如果细看，就会发现她的眼眸带着鸦青色，跟朕一模一样。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伪造，唯独眼睛的颜色，只有血脉传承才可以。原来如此，不愧是皇室血脉。听闻当初桓王也有一双鸦青色的眼睛，跟陛下有些像。眼睛长得像又如何？我拿捏帝王疑心，这次看你怎么收场。一定还有办法，我一定能证明自己是公主。快去，把我娘留下的那幅画取回来，无论花多少钱，都要尽快。父皇，您看，这是我娘临死时都还抱着的画像。她说这是我父亲，她说这是我父亲。您看，这是您啊！孽障！孽障！朕从不舞剑，这画上的人是桓王。不可能，父皇，这不可能！画上的人就是您啊！我娘说过这是我父亲。陛下，陛下，你醒醒！我是公主，我是皇帝的女儿。何时才能和文公主见一面啊？公主今日不便，谁也不见。你给我的药有奇效，边昭王的头疼病已经好多了。因为这个，我获得了他的信任，而且他现在极度依赖这个药。你还能再帮我做一点吗？不可以吗？我可以直接把药方给你，你想要多少都可以自己做。让我想想，这么大的礼，我该怎么回给你？1个月后，皇帝驾崩，皇上临死前拟下遗诏，要让明瑞陪葬。后来
我看过真正的遗照，陪葬的人除了明瑞，还有我。他这个人，活着迟早是祸害。等战事稳定用不到云家的时候，一定要把他杀了。但文叔当着在场重臣的面，直接把遗诏换了。以他现在的权势，没人敢质疑他什么。这就是他送我的回礼。我是公主，我是尊贵的公主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你要这么害我？如果当初你在路边救了皇帝后就成了公主，你会怎么对我云家？你们救了我，我自然会报答你们。不，你不会，你会设计夺我家财，让我爹娘成为最辛苦的劳工，折断我哥哥的傲骨，把他送进禁室房。而被你服侍过的我，会被你日复一日的折磨。这都是我经历的。明瑞，这是你欠我云家的，你并不无辜。不是这样的，你胡说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在很久之后的某天，我得知了一件事情：明瑞还在王府时就有了他，而林唐熙格外珍重的那幅画，画的是某一年家宴。儿子们，不妨来舞剑助兴。桓王善剑，可皇帝却并不会。为了不惹先皇生气，他只能拿剑随意挥动了几下。皇帝当时就站在梅树下。那画里画的是桓王，还是皇帝？只有林唐熙知道，他爱的究竟是谁，也只有他知道。新帝登基后，文书辅政，他大有踹了皇帝，自己登基的念头。不过这要从长计议，我给你们划了一大块封地，那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我急着跟爹娘带着万贯千财搬家，突然外面传来动静。陆城急报，边戎王遇刺身亡，文淑公主被困。陆城距离京城3000里，快马加鞭也要半月。边戎王此时遇刺，绝非偶然。文书辅政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我送出京城，表面是赏赐封地，实则是让我远离漩涡。如今他被困陆城，朝中那些被他压制的势力必定会反扑。不走了，闺女啊，这趟浑水咱就别趟了。文书若倒，咱们云家就是下一个被清算的，与其等死，不如主动出击。你有几分把握？3分足矣，剩下的7分，赌的是人心。陛下想不想真正掌握着天下？华容姑姑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上面是朝中所有反对文书的大臣及其罪证，只要陛下愿意，臣女可以帮您一网打尽。可是文书皇姐那边，她回不来，这些就是您的。若您帮她洗清嫌疑，她便欠您一个天大的人情，从此真正辅佐你。姑姑觉得朕该选哪条路？陛下想做个真正的皇帝，还是继续当个听话的木偶？朕想当皇帝。那便请陛下下旨，让臣女以华容公主的身份前往陆城，彻查边戎王遇刺一案。你要亲自去？只有我去，文淑公主才会相信我。也只有我去，那些想趁机作乱的人才会露出马脚。闺女啊，爹放心，女儿现在命硬得很。走。我就知道你会来。
你这么确定？因为你跟我是一样的人，不会甘心做个富家翁。边戎王怎么死的？被他的亲弟弟毒死的。他弟弟，边戎王第7个弟弟拓跋宏，一个表面懦弱，实则野心勃勃的人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会动手？你觉得呢？你想借拓跋宏的手除掉边戎王，然后再除掉拓跋宏，彻底掌控边戎。不愧是我看上的人，一猜就中。可现在你被困在这里，计划出了岔子。拓跋宏比我想的要聪明，他先下手为强了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拓跋宏3日后要在城中举办祭天大典，届时边戎所有贵族都会到场。我要你在那天制造混乱，助我夺回主动权。我有什么好处？陆城归你。我要这座荒城做什么？别装了，你们云家早就盯上这条通往西域的商路了。成交。他生的倒是人模狗样，只是眼底的阴秘藏不住。走吧，该收网了。队长，队长！拓跋宏，你毒杀兄长，今日我便清理门户。一场厮杀在广场展开，边戎贵族分成了2派。刀光剑影中，我看见文书手起刀落，干脆利练地结束了战斗。鲜血溅了他一身，他却笑了，那笑容简直判若两人。边饶的内乱在3天内被彻底平定，文苏以雷霆手段扶持了5岁的幼子继位，自己则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。我亲眼看着他一步步将权力彻底收拢到手中。临别前夜，他请我喝酒，一人1壶马奶酒。接下来打算去哪里？先去封地看看，听说那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帮这么多，真的只是为了自保？曾经以为只要能活着就够了，可现在发现光活着不够，要让所有伤害过我们的人都付出代价，还要让这世上再无人敢欺辱我们。那就祝你得偿所愿。第2日，我便启程离开陆城，带着文书给的通关文书和商路地图。哥哥的商队已先行一步去打通西域，而我则带着300精兵一路向南，前往那片传说中面朝大海的封地。行至半路，我收到京城传来的消息，新帝以雷霆手段清洗了反对势力。看着那封密报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那个怯懦的少年天子终于学会了生存，或许他从来都不怯懦，只是在等待时机。就像文书，就像我。马车晃晃悠悠走了2个月，我终于看见了那片海，碧蓝的海水闪闪发光，封地比我想象大得多，足足有3个县那么大。新咸的海风灌进肺里，带着自由的味道。封地百废待兴，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建宅子，而是修码头。哥哥来信问要不要从京城请工匠，我回信只有1个字：
等，我定下规矩，前3年码头免税，唯一要求是商船必须带来远方的货物和消息。果然不出3月，南来北往的商船纷纷前来停靠补给。短短半年内，这里就成了方圆100里最热闹的集市。波苏的地毯，南洋的珍珠，西域的玉石，堆满了临时搭建的货渡。此后短短3年，我的封地成了整个王朝最富庶的地方。云家的商队横跨西域，将丝绸和瓷器卖到更远的国度，又带回了异域的珍宝和香料。我又建了一座临海的城池，取名望海城。城中商贾云集，运来天南地北的货物，也带来了各色人群和语言。哥哥娶了一房媳妇，是当地望族的女儿，温婉贤淑。成亲那天，望海城热闹得像是过年，整条主街都挂满了红灯笼。爹娘坐在高堂上，可算等到这一天了。娘亲一个劲儿地抹眼泪，爹娘终于过上了寒雨许孙的日子，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。至于我，依旧是一个人。前来求娶的王孙公子踏破了门槛，都被我一一拒绝。娘急得不行，隔3差5差人送信，念叨着让我找个好人家。我只是笑而不语，命人将信收好，继续批阅公文。重活一世，我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。望海城日益繁华，商税占了国库的1/3，我甚至组建了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护卫队，不是依附于某个男人的荣华富贵，而是牢牢握在自己手里的权利和自由。文书来信说，朝中已有大臣不断弹劾我拥兵自重，有不臣之心。哼，我提笔回信，只写了4个字：随他们说去。我这辈子早就活明白了。又是一年春天，金色的光芒洒满整座城池，这是我一手建起的王国。西域那边又开了3个新的商路，利润比去年翻了1倍。你管着就好。你真的不后悔吗？当初若留在京城，以你的手段，现在坐上那把龙椅的人就是你，那才是真正的万人之上。那个位置太窄了，装不下这片海。也是，龙椅再大也不过方寸之间，哪有你这里天高海阔？这座城是我的，这海也是我的。我只愿此生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自由自在，无人能束。